Hello， 大家好，不要叫我小胖子，你们的爸爸妈妈来了哟。嗨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今年我想启动一下新的策划，采访一下，然后把他的魅力啊、人生的经历啊，都展现给大家，分享给我的粉丝这样的策划。今天有了特别嘉宾，上一集也是可能已经出镜过一次的特别嘉宾是柚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柚子。之前一直在南京生活6年，视频制作公司和之梦，做日本员工，然后也做了那个我就在这里的理由一段节目的主持人，现在在东京工作。觉得好看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点赞并关注一下哦。那么就开始了。我也是做过我住的主持人，那他是对我来说我住主持人的前辈。但我觉得还有果桑做的真的很好，是吗？而且因为一开始就是我要离职嘛，然后就这样说或者公司的人要找新的主持人的时候，就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要果桑，讲得很漂亮，然后中文也可以，日语也可以，然后英文也可以的嘛。所以就是这3个条件是已经很符合这个我就要求。菲里真的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，主人公的时候，可能我表现的是稍微就是太太的感觉，对吧？而且我们那个片子主题也是一个日本太太来拍的，所以我可能讲的稍微带一点点普遍性的东西比较多嘛。自己的性格呀或者脾气呀那些方面的话呢，就是观众呀你们啊都没有机会了解到。对，我也感觉见了第2次第3次才了解到很有可能。我是很慢热型吗？有意思的人。对，我们看到了，就这个ayaкоさん真的，对ayakoさん一个人讲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很震惊，然后就很漂亮，很优雅。是吗？但是你就是开始吐槽或者什么就对挺搞笑。我做了主持人，我发现适合我做的也适合你做的啊，这个也完全有嘛。なんか体当たり的なやつは还是柚子擅长的，还是很そう擅长的。そうだから是让我人喜欢开玩笑呀，幽默一点的这种氛围我也可以做出来，但是你还是体当たりとかさ。主要是年轻嘛，年轻还有吃货，这种亮点有很多。刚开始主持人的时候多尴尬，但不好意思じゃない？特别不好意思。我觉得这个没必要，但是可能有时候真的需要，这就很難しい。而且我觉得后来就是很努力，就稍微问很不礼貌的问题，就是公司的人说啊，柚子还是太客气了，我要多不礼貌才可以。对，这个呢是对他也是对我来说稍微很有辛いところですよね。可能要突破的点也算是这个。接受他采访的时候，感觉到了他有なんていうかな，两面性的，要问的问题敢问，也有礼貌一点的点是礼貌，做礼貌。所以当时我觉得你很厉害，已经觉得很厉害。但我说实话，就是当时你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到底我问了什么问题是敢问的问题？就是那个时候，我个人觉得就一直很礼貌的状态。気使ってんのはわかるけど、たまになんかすごいことぶち込んでるよ。我没发现。当时我感受到的是，这个小姑娘是很调皮呀，这种感觉。很多人这么说，我不知道在哪里。なんかそうだけど。なんか就是感兴趣，感兴趣这种感觉。你做主持人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最重要的东西，真的通过我就了解到人是不一样的。可能我之前长大的环境吧，就是应该能理解吧，就是从小一个小地方，
然后算就是比较好，就是类似重点学校那种一直讲到的话，就感觉周围的想法也比较单一，然后一定要往上走那种，所以感觉就这个意外的东西是一个不好的，或者不应该的，就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讲到的人，所以就是通过我就接触到很多。他也是日本人，但是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，或者讲到环境完全不一样，然后就了解到每个人的生活，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多各种各样的人来组成的。最开始的话，我觉得一定要跟每个主人公保持好关系，他喜不喜欢我呢什么的，但现在我觉得这个无所谓，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人我很喜欢他，那可以我主动去找他什么的，就这样子就 OK 了。如果他不喜欢我，就可能直接拒绝我嘛。因为我们日本社会上呢当中的话呢，特别在介意，就在乎对方怎么想，或者周围怎么看我。对，这个有的时候还是なんか息苦しく，对，很累，而且猜不出来，而且猜的不对，有时候真的是。在中国的时候觉得回日本应该很累，或者就是可能人的交流方面可能我觉得应该不适应什么的，但发现就是回国之后，我自己的想法变，或者我就自己变了之后，就没那么累。你找工作也是在回到日本之后，第一次经历了真正的找工作，对吧？是的，我经历过了，大3、大4的时候经历过了一次，那是，说实话，就一开始很担心，但是后来就刚到东京的时候，见了好多朋友嘛，然后很多朋友说，你这样的经历的人应该没有问题。对，然后他们这么说，对，那我也没有问题，我也这么觉得，所以我也很乐观的去，然后后来投了简历之后发现，就是情况没有那么简单，他们要看的是我之前公司的经历，然后虽然我在和之梦做过很多岗位的工作，也做过很多工作，但是没有那种明确的一个专业的东西，因为日本的那个就是中途採用嘛，一定要看需要这个岗位的人，需要这个能力的人，明白。所以哪怕你的能力很高，你的能力很强，也如果不符合这个地方的话，你进不了。其实我那个简历通过的也没那么的多，然后做面试的也只有4家。就是说我不知道那个换工作的时候也交一些 entry sheet 之类的类似，对，先投，我已经投了50个左右，50个，但是其实就是提交了50个，但是进行面试的才有了4家面试是5家。还有一个我运气很好的一点是，我投了一家就是放在华人那边的公司，然后那边的 HR 人事的人就是认识我，所以他把我的简历通过了。就至少其实我的这个经历和那个公司找的岗位是不匹配，完全不匹配。但是他想让我过，然后做面试，然后刚好那个人之前做 agent さん，就是做那个咨询的嘛，所以那个面试最开始的10分钟、20分钟是面试，后面他给我推荐，这个网站好，这个网站好，然后你现在这个状态的话，可能先去这种公司，然后再去这样的公司做这个岗位就更好。就他给我运气太好了，真的运气太好了。就是刚刚说的是我也认识的那位，是那位跟你推荐的。对，他人特别好，给我推荐一个，就是你这样就是有国外的经历的人，然后在日本没有经历的人，就经验的人的话，可能用这个网站比较好，就是偏就是给留学生和外国人的一个网站。然后他又给我说，你现在的话有这3个方向，然后你先去这种公司，然后就是长了自己经验之后，去这种路啊什么的就更好啊什么。他给我很多就是职业规划然后对，那这次的话呢，对你来说，真正的 career consultant 是不是他呀？我这个主持人的柚子这个身份也是不是很挺帮助
挺有帮助，非常有帮助，非常有帮助。也回到东京之后意识到了有了多少帮助这个点啊。就回到日本之后发现，哇，才意识到工作上赚到的东西不是钱，对，就是精力和人脉，还有自己的成长才是最宝贵的。然后我觉得，刚回国的时候，我想一定要找好大公司，找好工资最好的，刚公司，对，就是我一定要大公司，工资好，福利好，是吗？但是后来我回国之后发现，人与人的那个缘分啊，或者有环境是最重要的，至少对我来说，这个可以让我成长的环境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后面是找工作的时候，就是看公司的时候，也稍微重视这些那边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。然后我现在进的公司，是我了解的时候发现，就年轻的人比较的多，然后也外籍的人比较多，差不多50%，40%的人是外国的、国外的。我觉得这样的环境应该比较有意思。有意思呀！那你离开南京之前，不太意识到了你的存在，在这个就是中日这种这个社交上，多么有影响力这么大。这个点我完全没有意识到，而且现在也我不觉得自己就是这方面做得好啊或者什么，就是至少他们给我这个地方，然后让我做，但是我不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个人能力好不好的这个原因，就只有我运气好，就是可能这个东西可以换给别人，换给其他的，就是不是这个拿到的东西都是属于我的，就应该要なんていうの恩返しし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。なるほどね。以后想做什么？那个本来我打算回到日本之后呢，还是做白领吧。但我现在没有这种想法了。可能先试一下自由职业者。白领的话呢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做。如果找到适合我自己的工作的话呢，还什么时候都可以做。那么自由职业者这种身份的话呢，现在是刚回到日本的热乎乎的这个时候做的比较好。然后同时也想给大家展现一下我的日本的日常生活，这个是另外一个部分。还是我在上海的作品大多数是还是 vlog 风的那些作品嘛，那个作品还是受到大家的欢迎嘛，继续研究一下那个日本版的那种 vlog，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日本生活。かな？那柚子呢？目前反正你现在白领了呀。现在是白领，对。想做什么？先这个我的工作，那边就是做好，就是要貪欲に往上走，是一个。还有一个是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就是中国的这种小东西嘛。对呀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这个东西也作为一个我的第二个身份或者一个生意，就是开网店什么的，就是网店就通过这个我喜欢的中国风的东西来。就是传达什么，反正就是我想做这个东西。我想开 B 站学一下。对。我可以指导一下。いや本当に要请教。教えます。絶対じゃないと本当にやばいと思う。如果会开始讲到这个话题了，会再长一点，但是私下跟他解释一下了。まあ教えますよ。そう難しいけど、まあそれが一つかな。じゃあ我们都加油啊！加油，頑張りましょう。大家多多支持我们。じゃあ大家觉得好看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点赞并关注一下哦。那么。到下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